听说是顾淮南私下补给你的。顾老夫人因为心疼你，也添了不少东西。顾老夫人很好，顾淮南也很好。母亲，我很满意这桩婚事。出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？嗯。都检查了吗？聘礼单、喜帖，还有婚书，毕竟是你的人生大事，要不要再拿出看看？都核对好了，顾北辰，你若无事，便早些离开吧。今日找你确实有事。当年我曾将母亲的玉镯给你，那镯子是给我未来妻子的。如今你并未过门，是不是该先把镯子还给我？婉婉，这是我娘准备给我未来媳妇的传家宝，你拿着。臭小子，又来霍霍我家婉婉！我以后非婉婉不娶，这镯子什么时候给都一样。北辰哥哥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欣婉姐姐毕竟戴了这么久，肯定舍不得。戴了再久也是我顾家的东西，我说了要给你戴着试试，就一定会给你试的。原来是替苏软软来向我要的。给你。你说的对，这本就是你顾家的东西，我并未嫁给你，戴着确实不合适。等我们成亲那日，我再亲自替你戴上。等等，顾北辰，既然镯子还给你了，那我林家的双福佩呢？你要我把定情玉佩还你？林欣婉，你是不是不想嫁了？顾北辰，究竟是谁想毁了这门亲事？我只是觉得你拿着那玉佩不合适。哼，这破玉佩早就旧了，确实该换一个。婉婉，你是我的福星，若没有你，我早就命丧黄泉。以后我定不负你。小姐，这你拿去处理掉吧。这可是小姐您熬了几个晚上亲手雕刻的。无妨，已经没用了。淮南，花园中的糖花开得正好，让欣婉带你走走吧。是。顾公子，顾公子，可是我的妆容有何不妥？林姑娘，你今日用的胭脂可是陇翠斋新出的桃花醉，听说是用了滇南的花枝子，颜色比去年的海棠红还要鲜活3分。顾公子连这个都知道？卧病之人，闲来无事便多看了些杂书，也不知道在下说的对不对。这是圣经如今最时兴的胭脂。这胭脂极好，衬得姑娘气韵出尘，
不过依我看，还差了一样。南街那家铺子新到了一批玉簪，姑娘可有兴趣瞧瞧？林心婉，你为何会和我小叔在一起？怎么，我的事还要向你汇报？我只是不想太麻烦小叔。小叔，我和星婉还有些话说，能否？林星婉，你为何把我们的定情玉佩卖了？玉佩坏了，自然要处理掉。也行吧，以后你可要送我一个更好。不过那天我就是随口说说，你居然真的就卖了，未免也太听我话了吧？那我以后若是说要让软软做我的妻，你只能做个妾，你岂不是要上赶着帮我将人纳入房中？顾北辰何时变得如此自大，竟然说出这等糊涂话？罢了，他能罔顾世家礼仪，我却不能不顾。若是没有事，我便先回府。这是喜。听说时间定在4日后，我明日要带软软去京郊打猎，未必能赶回来。要不你和祖母说一声，把日子改在5日后。顾北辰难道不知道我要嫁的人不是他？罢了，那日我尽量赶回来就是。北辰哥哥，星婉姐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……他才不会那么小气，他知道我把你当妹妹。星婉姐姐可真大度，我以为若是真心爱一个人，遇到这种事肯定会吃醋发疯的。星婉，你时间不早，我要回去准备成亲的事了。你快回去准备，等你嫁进顾家，我定好好对你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。放我进去，我才是新郎官。林星婉，你要不要脸？就因为我迟了这么一会儿，居然随意就和一个男人拜堂成亲！我告诉你，我今日就是故意来迟晾着你。若你乖乖听话，我便让你嫁进顾家。小叔，你也是，他不懂事胡闹，你怎么还跟着他闹？林星婉，还不赶紧滚过来替我换上喜服！孽障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今日是你小叔的大喜之日，容不得你在这里发疯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小叔的大喜之日，明明是我和林星婉的婚事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林星婉明明是我的妻子。我们青梅竹马，自幼便定下这桩婚事。父亲母亲在世时，早已默许她是顾家的儿媳。整个京城谁不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？怎么可能会嫁给小叔？这定然是弄错了，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祖母，祖母，您最疼我，你快告诉他，是他们弄错了，是林希婉她不知廉耻，想要攀附小叔，所以故意改了婚书。你快让人把他们拉开，让我和他拜堂！孽障！你还要胡说八道到什么时候？你当真以为老身不知道这婚书是你自己改的？为了一个丫鬟，你拿自己的婚事当赌注，拿新婉的名节当儿戏，如今又闯进来大闹喜堂，污蔑自己婶婶，你还有没有一点顾家子孙的样子？我改的。祖母，
你冤枉我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？一定是你们弄错了。怎么会弄错？小桃，这婚书上明明白白写的是我家小姐和顾淮南公子的名字，还有2家的印章，假不了。这些日子我林府送出去的喜帖也皆写着我2人的姓名，京中稍有头脸的人家都收到了。男女婚嫁本是人生大事，又怎么会弄错？是了，前些日子我家确实收到了林小姐和顾淮南公子的喜帖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怎么会是和你顾北辰呢？我也收到了，而且这些日子顾家筹备婚事都是淮南公子忙前忙后，顾淮南亲自去绸缎庄挑选喜服料子，亲自去胭脂铺为林家小姐挑选胭脂水粉，就连这满堂的喜字都是他亲手一张张裁剪出来的。若不是自己的媳妇儿，谁会这么上心？可不是嘛！淮南公子准备这些的时候，顾北辰你又在哪？听说他带着那个丫鬟苏软软去京郊打猎游玩了，连未婚妻的婚事都不管不顾，哪有半点新郎烟的担当？如今还好意思闯进来闹事，真是丢尽了世家子弟的脸面。我看啊，这顾北辰就是自作自受。林家小姐等了他7年，他却一次次毁约。如今林家小姐另嫁他人，他倒是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林心婉，你真的要因为一时意气用事嫁给一个摊子吗？他站都站不起来，给不了你幸福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只要你说一声，我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，我娶你过门，让你做我名正言顺的顾夫人。你和他不过是拜了2拜，还没入洞房，还没礼成，现在反悔真的还来得及。如果你们真的入了洞房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我们7年的感情，难道你真的能说放下就放下？带他下去吧，别脏了喜堂，误了吉时。林心婉，你不能嫁给他！我小叔是个不辨人道的废人！嫁给他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幸福，只会守活寡。林心婉，你醒醒吧！畜生！我说的是真的，小叔受伤后就再也不辨人道了，这是顾家公开秘密，只是大家都碍于脸面不肯说出来。你嫁给他就是往火坑里跳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因为我一辈子都毁了。心婉，你终于想通了是不是？你终于知道我才是为了你好。你竟然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！我的夫君如何，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？你当我林心万是什么人？当我林府是什么人家？定亲时连这点小事都不查清楚吗？我既然敢嫁给他，自然是早已调查清楚。淮南他身体康健，并非你口中的废人。你不过是因为自己得不到，就想毁了别人的幸福。顾北辰，你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！是啊，林小姐说的对，像林家这种大户人家，怎么可能不调查清楚自己女儿未来的夫婿呢？这顾北辰真是昏了头，对方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叔叔，竟然说出这种话来。就是，顾淮南公子当年纵横沙场，何等威风，就算腿脚不便，也绝不可能废了。北辰哥，你没事吧？这镯子
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是北辰哥暂时借给我戴的。星婉姐姐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个玉镯生气，才要嫁给顾家小叔的？如果是这样，我现在就把玉镯还给你，你好好和北辰哥过吧，我祝福你们。祖母，这镯子是我送给软软的。林星婉既然下定决心嫁给小叔，便不再是我娘的儿媳，还有什么资格戴这只镯子？软软她善良懂事，配得上这只镯子。北辰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只是个丫鬟，怎么配得上这么贵重的镯子呢？我说你配得上，你就配得上。林星婉，我等你后悔的那一天，我倒要看看你嫁给一个摊子能有多幸福。李成送入洞房。天色已晚，娘子该歇下了。你当真不能人道？娘子不如亲自来验证一下。小姐，姑爷说他已经和老夫人说好了，今日不用去敬茶，让你好好休息。果真是谣传误人，我若不是听信了京中谣传，又怎么会祸从口出？真是丢死人了！林小姐，小姐，求你去看看北辰哥吧。昨夜你洞房，他喝了一夜的酒，他将我认成了你，抱着我哭了一夜，嘴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，说他后悔了，说他不敢那样对你，求你原谅他。林小姐，你能不能回到北辰哥身边？他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好不好？苏软软，这不是你要的吗？你做了他那么久的贴身丫鬟，日夜陪伴在他身边，不就是想让他对你动心，想让他抬你做个妾，或者干脆娶你做个正妻？如今你的心愿快要达成了，又何必来我这儿惺惺作态？林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对北辰哥只是敬重，并没有其他的心思，我只是心疼他，他真的太痛苦了。是吗？你与其盯着我，不如想想怎么趁热打铁拿下顾北辰。不过可惜，就算你嫁给他，我也是你的长辈，是他的婶婶。今后你进了顾家的门，还得日日给我请安，规规矩矩的喊我一声婶婶。你说这是不是很有趣？软软，软软，快起来！林星婉，你和他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顾北辰，你别太自以为是。当日你故意写错婚书，就该想到有今日。我林星婉不是物品，更不是你自抬身价的工具，由不得你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你不珍惜，自然会有人珍惜。顾北辰，看来昨夜你和你这丫鬟过得不错。北辰哥哥只是喝醉了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一切都怪我，
是我不该留在那里。你虽然能这么说，但顾府却不能罔顾情义，让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就不明不白地跟着他。今日我便做主，让顾北辰纳你为妾，也算给你一个名分。你疯了！林心婉，你居然要给我塞女人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纳她为妾了？你不是觉得苏软软很好吗？不是愿意为她放弃一切吗？我这是成全你了，你怎么不愿意了？难不成你在嫌弃苏软软的丫鬟身份？林心婉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管我的事儿？北辰，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小叔，他是你的长辈，给你纳个妾，自然是关心你这个侄子。往后你若是再敢这般出言不逊，我便叫人请个教养嬷嬷来，让你好好学学规矩，知道什么是长幼有序。既然你看不上这丫鬟，不愿意纳她做妾，便收了做通房吧，也算给了个名分。通房比妾还要低好几等，若我成了通房，那以后岂不是要跪着伺候主母，还要被管家随意差遣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苏软软虽然温柔可人，可终究还是个丫鬟，若真的纳她为妾，我这顾大少爷的面子还要不要了？北辰哥哥，算了，我是个丫鬟，命该如此，以后……谁说的？我纳！我不仅要纳软软为妾，还要她做个贵妾。今后在府中，除了正妻，便以她的地位最高。京中谁人不知是苏软软搅黄了我和顾北辰的婚事？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善茬，也知道顾北辰糊涂被他蒙了心。若苏软软只是个通房，京中或许还有贵女愿意嫁给顾北辰，可他竟然糊涂到未娶妻先纳贵妾，而且还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丫鬟，只怕这京中的适龄贵女以后都要绕着他走了。顾北辰，我被你耽误了7年，你有这样的结局，我很满意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便按你的意思办吧。不过毕竟是纳妾，简单办一下就好，不用太铺张。林心婉，你不让我大操大办，那我偏要大操大办。你今日去哪儿了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娘子恕罪，今日我去见了御医一面，回来晚了，让娘子受委屈了。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昨日我见你骑马了，可是因为这个腿又疼了。不是，只是和御医商讨医治双腿的办法。往日我觉得站不起来便站不起来吧，可现在我有了想保护的人，自然想恢复双腿。我想亲自带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原来是为了我。那御医怎么说？你的腿还有希望吗？有御医说，我的腿只是经脉受损，加上常年没有活动，才会无法站立。只要坚持针灸，配上汤药，再加上适度的锻炼，还是有很大希望恢复正常的。不过，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，也会比较痛苦。没关系，我会陪着你的，不管需要多久，不管有多痛苦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照顾你，直到你康复的那一天。好，有娘子陪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快吃一颗，压压苦味。娘子准备的蜜饯真甜，再苦的药也不觉得苦了。荒唐！顾北辰，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？
我只是想娶自己喜欢的人而已。祖母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成全我？一个丫鬟出身的妾也值得大操大办，你是嫌顾家还不够丢人？听说北辰那孩子为了纳苏软软为妾，竟然包下了醉仙楼整层，准备大宴宾客。他这么做是为了打你的脸，娘子。为娶正妻先纳贵妾，这本就够荒唐了，他还偏偏要大操大办，闹得满城皆知。这不是在打我的脸，这是在打顾家的脸。你要不要阻止他？毕竟一笔写不出2个顾字，他这般行事，毁的可是顾家几代人辛苦积累的清誉。不然，他也不小了，自己闹出的烂摊子，自己收拾。我只是担心连累你。我没事。倒是苏软软他们这般张扬，迟早要惹祸上身。那便不管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小姐，听说了吗？那个顾北辰闹了好大的笑话。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他包下了整个醉仙楼，备了20桌最上等的席面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连5桌都没坐满，去的全是他平时在酒肉场上混的那些狐朋狗友，正经世家的子弟一个都没去。这些老古板，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本少爷！多谢诸位大人赏脸，软软敬大家一杯。看他那副得意样，真以为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不过是个供人玩乐的妾罢了。顾大少爷是被猪油蒙了心，为了个丫鬟，把林姑娘那样的名门千金气跑了。今天这宴席，简直是把顾家的脸皮扒下来扔在地上踩。据说顾北辰当时的脸色比锅底还黑，那么多空着的席位，别提多尴尬了。那苏软软呢？她没闹吗？闹什么呀？她可得意着呢，一身桃红，金簪玉镯，逢人就笑。看来苏软软是真的不知道，她越是张扬，越是惹人耻笑。这只是个开始，苏软软，你准备好接招了。软软，你说过会永远和我在一起的。我找了7年，7年。韩州啊，前面顾大少爷纳妻的账目赶紧盘一盘，今晚辛苦你了。韩州哥哥，你这次去考取功名，一定要早点回来娶我呀！沈韩州，你连功名都考不上，能给我什么？绫罗绸缎，还是金银首饰？沈韩州，我们分开吧！软软，软软，别走！7年。我从青州一路乞讨到京城，从跑堂做到账房，我只求一个答案。我以为你遇到难事了，却没想到原来你从未正眼看过我。软软，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既然你在别人怀里笑，那就让全京城都知道，
是谁的人？列位看官，今日咱们不说那金戈铁马，也不讲那神仙志怪，单讲一出咱们京城刚刚发生的新鲜热乎的青州狐媚记。话说青州有一女子，本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那穷秀才苦读寒窗，攒盘子进京赶考，他倒好，嫌贫爱富，卷刀赴京城，做了富贵人家的妾。这说的不就是顾北辰刚纳的那贵妾吗？可怜的穷秀才找了他整整7年，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京城，却在酒楼里亲眼看到那女子另嫁他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顾北辰包了整个醉仙楼大办纳妾宴，感情还撞上了人家的旧相好啊！听说了没？醉仙楼那个做账房的沈秀才是苏软软的旧相好。顾家大少爷还请人家去记账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这绿帽子戴的，以后他还怎么在公子哥里混啊？闭嘴！谁再敢胡说八道，本少爷撕了他的嘴，给我拔了他的舌头！胡说！全都在胡说！软软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查，给我去查那个叫沈寒舟的！小姐，您是没出去看，外头可热闹了。苏软软算是彻底现了原形。哎呦，还装什么流民孤女？原来是个抛弃未婚夫潘高枝的青州狐妹子。之前她跑到咱们院门口跪着，炫耀顾北辰多宠她，如今可好，满京城都知道她的老底了，看她以后还有什么脸出门。这些话从哪儿传出来的？满大街都在说，药铺、绸缎庄、茶馆，说书先生都编成段子了。更可笑的是顾北辰在大街上听到这些，气得在马车里砸了茶碗，像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，脸丢到姥姥家了。追根溯源，最早从哪儿传出来的？好像是醉仙楼那边，有人说传消息的人把苏软软老家住哪个村都说得一清二楚。醉仙楼，原来是他苏软软的旧相好，这倒是自食恶果了。有些因果不必细究，水往低处流。我不深究，我只想看让他们玩火自焚。起风了，看来这把火要越烧越旺了。顾家也算是京中老牌世家了，怎地教养出这般不知轻重的子弟？未娶妻先纳妾，纳的还是个满城风雨的丫鬟，还敢包下酒楼大肆操办，闹得沸沸扬扬。娘娘息怒，是老身治家不严。如今连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那丫鬟的来历，你们这是要把顾家几代人都丢尽吗？陛下与本宫年少夫妻，平生最恨的就是宠妾灭妻这种败坏风气的事。你们顾家倒好，变本加厉，正妻还没引，贵妾先纳进门了，还是个来历不明、满身是非的丫鬟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要让满朝文武都看看百年是如何毁在一个纨绔子弟手里的吗？臣妇罪该万死。昨夜陛下在御书房说了一句顾北辰德行不佳，不堪大用，这几个字你自己掂量。谨记娘娘教诲，臣妇知道怎么做了。去，把那个孽障给我拖过来！祖母，这是做什么？孙儿做错了什么？
打！祖母，孙儿到底做错了什么10日前你纳妾，我劝过你要低调行事，可你倒好，非要大操大攥，如今闹得满城风雨。我只是想给软软一个体面。体面？皇后当众斥责我治家不严，陛下说你德行不佳，不堪大用，你这辈子仕途已经完了，这就是你要的体面。陛下，皇后怎么会惊动天庭？不可能！因为一个丫鬟，你把整个顾家都拖了下水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？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继续打，30板，1板不能少。拖进祠堂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谁敢放人，一并受罚。婉婉，我有多久没这样叫过你了？好像从说苏软软这名字让她委屈那天起，我便再也没叫过。顾北辰，你答应过我。我以为你那么喜欢我，一定会原谅我，一定会一直等我的。现在想起来，恐怕邢婉早就想放弃我了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顾伯辰，给你们丢脸了。放我出去！我要见他！我是贵妾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叫唤什么？顾北辰都被关进祠堂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当自己是主子呢！呸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是贵妾了，我明明得到了他。镯子已经给我了，我明明什么都得到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哎，听说了没？那丫头在青州就有相好的，人家现在都找到竞争了，可不是嘛？大少爷还非要纳她为妾，连累咱们顾家跟着丢人。青州，他们怎么知道青州的事？沈寒州，是你！北辰哥，我现在能依靠的只有你了。都3天了，北辰哥不会来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如今顾北辰自身难保，顾老夫人恨我入骨，这顾家我是不能再待了。100年不许变。软软，如今我俩的事传得满城风雨，顾家定然容不得你，你能依靠的就只有我了。送到顾府后门，交给守门的婆子，她知道怎么做。顾府，沈先生，听说那边不太平，大少爷刚挨了板子，府里乱成一锅粥。送到就好，不必等人回话。软软，
你会跟我走的，对吧？谁在外面？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子时后门。沈寒舟，他找上门来了。你我缘分已尽，就此别过吧。你孤苦无依，放心，以后跟了我，便没人敢欺负你。你沈寒舟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考不上功名的废物，凭什么来纠缠我？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跟你走的。顾家不能再待了，京城也不能再待了，我得自己逃，逃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沈寒舟约在子时，我必须在这之前离开顾府，绝不能让他找到我。软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知道你不会赴约，可眼下你已经被顾家逼到绝路，以你的性子，必然会提前逃走。软软，我太了解你了。沈寒舟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带你回青州罢了。回青州，回去跟你住茅草屋，吃糠咽菜。沈寒舟，我宁可死。软软，你宁可死也不可跟我走。放开我！你疯了！谁在外面？完了，被发现了。苏软软，是苏软软！来人，快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小姐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慌张？苏软软死了，好像是溺水而亡。今天早上在城外护城河里发现的。捕快说是昨晚上出的事。醉仙楼那个沈寒舟也不见了，不知道他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。跟我们没关系，小桃，以后这些事儿不用跟我说了。老夫人，这镯子原先戴在苏软软手上，今早跟着尸首一起从河底淤泥里打捞出来的。顾家世代相传的玉镯，竟因为一个丫鬟沾上肮脏的淤泥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老夫人息怒，当心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啊！老夫人，还有一事，沈寒舟也死了，是在河下游捞起来的，可他手里还攥着苏软软的簪子。听捕快说，是两人争执时不幸落水，这事儿咱们对外怎么交代？传我的死命令，
对外只说苏软软夜里散步失足落水，不幸亡故，跟外男没关系。是，老奴明白。老夫人，那这镯子拿去用皂角洗净，锁进库房最底层的铁匣子里，以后就当没有这镯子。你们都退下吧，记住，今日之事一个字也不能对外说。是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！何事大惊小怪？苏姑娘，苏姑娘她没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她昨天还好好的。是真的，她是淹死的，尸首今早刚从护城河里捞出来。啥？大少爷，老夫人有令，您半步都不能踏出祠堂。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我要去找软软。是你们害死了他！要不是你们把他像犯人一样关起来，他怎么会跑？他怎么会死于非命？是我害了他。朽木不可雕，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把自己折腾的人不人鬼不鬼。可偏偏他是顾家的嫡孙，我又不能不管。作孽呀！都给我看紧他！这孽障，哪怕是死，也要让他死在祠堂里。去请个大夫，给他上药包扎，别让他真死了。老身还得留着他给顾家列祖宗一个交代。北辰错过了新婉，这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今日腿上扎的针灸还疼吗？御医说这几日是心络重塑的关键期，不能受风寒。娘子放心，我早就不觉得疼了。况且亲手织的铲子很暖和，我不冷的。苏软软的事，你究竟知道多少？知道一些。那个沈寒舟的确是苏软软的旧相好，这些年一直待在醉仙楼。那日北辰在醉仙楼大办纳妾宴，沈寒舟在席间一眼认出了他。后来京中关于苏软软抛弃旧爱的流言，全是他暗中放出来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一切的？很早就知道了。当年苏软软接近北辰的时候，我就查过他。那你当时怎么没有拆穿苏软软？我想看看北辰到底会怎么选择，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会如此伤害你。没关系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以后有我陪着你，我们都会好好的。今日阳光极好，晒在身上暖洋洋的。淮南，你的腿可觉得舒服些？有娘子在身边，哪里都暖和。走了这么久，去那边亭子歇会儿吧。那是我的，如果不是因为苏软软，新婉的笑，新婉的温柔，应该全都是我的。谁？鬼鬼祟祟躲在那里想干什么？
而我为何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大少爷吗？老夫人正四处低三下四听您说亲呢，您还有闲心在这儿偷看？北辰，都这么久了，你行事怎么还是这般莽撞？推你去那边看看杜鹃花吧，开得正盛呢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钱大娘子，您辛苦，今日跑了几家？城东李家和城中周家可有回音？老夫人跑到了腿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一连问了10家，全部被拒。10家？平日里那么些交好的世家，难道就没有一家愿意？起初几家还算客气，收了帖子上了茶，只说女儿年纪小，想多留2年，谁能听不出这是推脱？我寻思着门槛低些总行了吧，跑去几户家世稍低的人家，您猜怎么着？有一家连茶都没给我喝一口，管事儿直接把我挡在门外，人家直接指着我的鼻子骂。那顾北辰是什么德行，谁不知道？未娶正妻，先纳贵妾，纳的还是个不三不四的丫鬟，这满京城都传遍了。你竟敢给我们说亲拉人，给我打出去！老身这孙子着实不争气，还劳烦钱大娘家多费心了。好，那老身再试试。凭什么？我可是顾家嫡长孙，他们凭什么嫌弃我？林心婉，你能不能别缠着我了？我最烦你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。原来这就是被人嫌弃的滋味吗？心婉，对不起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是我咎由自取。刘管事，听闻你家老爷有意与我顾家结亲，这真是一桩美事啊！老夫人，您顾家可是百年世家，门第显赫。我家老爷虽然只是6品官员，但也仰慕顾家已久。那便好。不知贵府小姐芳龄几何，品性如何？老夫人，只是自小脑子有些不灵光，人情世故这一块有些许欠缺，这点还望顾家多包涵。你说什么？老夫人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顾大少爷如今在京中的名声，我们家愿意接亲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家老爷说了，小姐的事儿我们不说，你们不问，外人也不会知道太细。这桩婚事对彼此都有好处，您老好好斟酌斟酌。祖母，那个6品芝麻官简直欺人太甚，竟然想把一个傻子塞给我！我现在就带人去把他的腿打断！站住！站住！这是全京城唯一愿意结亲的人家了，你觉得你还有资格挑吗？原本你和星婉好好的一桩婚事，你自己非要毁约拖延，如今闹成这个样子，你又能怪谁？婚期推迟1个月，软软病了，我得陪她。你先回去吧。如果当年我没有毁约，是不是就不用被逼着娶一个傻子？列位看官，今日咱们就讲讲这新出炉的世家公子娶傻计。话说那世家公子为了一个假丫鬟丢了一个真未婚妻，荒唐半生，却还妄想迎娶高门贵女。可你们猜怎么着？竟只有一个傻子愿意嫁给他。活该，这就叫报应。
祖母，我受不了了，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，我要离开京城。祖母，我要去北境军中历练，我要在沙场上闯出名堂，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后悔莫及。那便去吧。祖母，你真的愿意让我去沙场？你既不愿娶亲，便只能如此了。去吧。娘子，你听说了吗？北辰那孩子今日要离开京城了。我知道，昨夜老夫人派人来送东西时提了一句。不去看看？那7年我看得够多了，如今我……娘子，你怎么了？淮南，不用担心，可能是有了。娘子，你……小桃，快去请大夫！我真的没事，去那边走走吧。大少爷，一路走好。悔恨，如果当年我没有打赌，没有改婚书，没有为了苏软软一次次把他推开，现在陪在他身边的人会不会是我？对不起。小姐，奴婢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你竟然真的怀上了。昨儿个老夫人知道这消息后，立马派人赶制了这些小衣裳。这么漂亮的衣裳，小小姐穿上该多好看啊！还早着呢，现在也不知道是男是女，咱们先把衣裳理好，不急。不急不急，还好小姐你机智，及时选择了淮南少爷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被那个顾九婵怎么搓磨呢。无妨，反正他也离开京城了，再也无法伤我分毫。他走得好。不过小姐，有件事奴婢一直想不明白。说吧。小姐，我本以为您对顾北辰的报复是让他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对您，可现在您却把他逼走了，这和奴婢想的不太一样。傻丫头，你以为女人最大的报复就是让那个男人追悔莫及，让他一辈子想着你？话本子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？他往日里不爱你，百般责辱你，难怪失去了就真的会珍惜，会因为这个后悔一辈子。那不过是一时的虚情假意罢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他照样会忘了你。就像顾北辰，苏软软才死了多久，老夫人替他张罗亲事时，他不也默默受了？我要报复，自然是要他一点点来尝尝我吃过的那些苦，受过的那些罪。我要他蹉跎光阴，像我当年一样从碧玉年华等到无人问津。我要他陷入流言蜚语，像我当年一样被全京城的人嘲笑指点。我还要他众叛亲离，像我当年一样孤立无援。最后，我要他在这京城再也待不下去，像我当年一样走投无路，只能狼狈逃离。只有让他经历过这些痛苦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至于他后悔与否，于我而言毫无意义。别过来，婉婉，让我自己走。娘子，再给我一些时日，我一定会彻底站起来。到时候，我就带着你和孩子，
一起去江南看烟雨，去塞北看大雪。好，我们等你。二爷，边关那边有消息了。怎么了？北辰在边关立了功，如今已经升了百夫长。这不是好事吗？阵前杀敌，勇武本不是坏事，但他打法冒进，全凭一股义气，这不是英勇，是在跟自己的命过不去。他这般不顾章法的冲锋，迟早要吃亏。我得写信提点几句，免得他在战场上做出什么冒进的举动，连累无辜的兵士丧命。大人，前面地形太险，两侧悬崖，中间只有一条狭窄古道，极易设伏。先派赤袭探路。来不及了，事后来报，那股悍匪就藏在这片山谷里。这帮杂碎来去如风，好做悍匪，咱们追了足足半个月，好不容易把他们堵在死角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只要能一举剿灭这股悍匪，我就能攒够军功，洗清身上的污点，风风光光的杀回京城。顾大人，出发前刚到的家书，京城来的。这是顾淮南将军亲笔所写，临行前将军特意嘱咐，让您务必谨慎用兵，万不可冒进。不必看了，战场之上瞬息万变，岂是千里之外一封家书能左右的？大人，这地方。不好，有埋伏！举盾，防御，全军散开！大人！别管我！救命！我不想死啊！大人，撤吧！再不撤，咱们全都要死在这儿了！我只是想证明自己而已，为什么会这么难？撤兵，全军撤退！这个位置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位置？婉婉，你是我的福星，若没有你，我早就命丧黄泉。以后我定不负你。
是我亲手把自己的福星推走了，是我咎由自取。星婉，婉婉，对不起。小姐，那边传来消息了。何事？顾北辰死了。哦，怎么死的？听说是在北境剿匪的时候中了埋伏，被一发重箭直接射穿了心口，连句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，当场就断气了。童婆把他的尸首背出来时都凉透了，听说那尸首都不能看了。淮南写信交代过他，让他不要冒进。想来他又是没听进去。小姐，您心里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？难过？我为何要难过？他与我早就是两条路上的人了。这一切不过是他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就是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会不会连累顾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氏子弟顾北辰任职北境军百夫长，贪功冒进，不遵军令，率孤军深入山谷，遭悍匪埋伏。此役折损将士37人，更因后援不及，连累东路剿匪大军功败垂成。陛下口谕：顾北辰不听军令，罔顾人命，纵然身死，亦难赎其罪。自即日起，顾家罚俸3年，责令闭门思过。望尔等以此为戒，严整家风，以赎今日之罪。钦此。顾老夫人，陛下这次是动了真怒了。咱家传了这么多年旨，还从没见陛下为一桩军务气成这样。您老好自为之吧。老身领旨谢恩。老夫人，宫里的意思，咱们是不是不必说了？这个镯子是顾家世代传给嫡媳的，当年北辰的娘带着她嫁进顾家，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母亲，北辰就托付给您了。我为他退了一次又一次，护了他一辈子。他毁婚约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那丫鬟，我替他收拾烂摊子。如今他在阵前视人命如儿戏，我再护着他，拿什么脸去见顾家的列祖列宗？拿什么脸去见那些枉死将士的家人？传我的话，顾北辰的尸首不必运回京城，就在北境找块荒地埋了，不必立碑，不必入顾家祖坟。老夫人，这……他生前不顾家族颜面，死后也不配做顾家，他就在北境给那些死去的将士赔罪吧。真晦气，大冷天被派来干这苦差事。行了，就这儿吧，地势低，泥土松软，随便挖几下得了。好歹也是顾家的大少爷，如今连口棺材都没有，就这么扔在荒郊野外。什么大少爷？顾家亲自传的话，就地掩埋，连亲祖母都不认他了，咱们还费什么劲？埋了埋了，赶紧回去喝口热酒。
今日的药似乎比往日更苦些。御医换了方子，加了2味安神的药，自然苦些。来，吃颗酸枣，压压苦味。多谢小叔，不对，是夫君。婉婉，北辰的事儿你已经听说了吧？因为他，我们顾家……我知道，这事儿影响不到我的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担心。放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看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。夫人，小少爷今日看着真精神，这眉眼简直和淮南少爷一模一样，长大了定是个俊俏的公子哥。你呀，就嘴甜，他才满100日，你能看出什么俊俏来？那当然，咱们淮南少爷是前战神，小少爷自然是将门虎子。夫君，你怎么自己走过来了？御医说你还需静养。无妨，御医昨日诊过脉，说我恢复极好，再过个大半年，这拐杖也能彻底扔掉了。力气倒是不小。婉婉，这小家伙满100日了，也该定个大名了，你可有主意？我只想他这辈子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，不如叫他念安如何？念安，念念平安，不念过往，只念平安。娘子，这名字取得真好。娘子，往后的岁岁年年，我都要陪着你，看着满院的花开花落。好，如果时光能倒流，真想告诉7年前那个绝望的自己，别怕，你日后终会遇到一个愿意为你站起来的人，用尽全力去治愈你心上的伤痕。此故非彼故，年少时那场荒唐旧梦早已随风散了，而我身边的这个人是春风化雨，是与子偕老，我选对了，往后余生都是对的。